Hello， 各位好，我是 Religion Lab 修成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要討論大陸軍中2號人物張幼俠立案審查調查試卷。不知為何，阿修第一印象2027。我們現在正式開始。我們來設想一個情況：當一個領導人，他最信任、最忠誠的將軍，突然之間在他眼中變成了最大的潛在威脅，這時會發生什麼事？這不只是一則遙遠的國際新聞哦，這根本就是一場關於信任、背叛還有權力本質的大戲，而且它正直接牽動着整個印太地區，甚至是我們所有人的未來。OK， 所以這次的分析，我們會一步一步拆解5個關鍵環節。首先，帶大家還原這場可以說是驚心動魄的宮廷政變。接着，我們會深入探討為什麼很多人會說這根本是習近平在搞政治性自毀。再來看看這對解放軍內部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動盪跟權力真空。然後，這也是重點，我們會評估這件事如何導致台海戰爭的風險急劇升高。最後，我們基於這個權力的邏輯，來大膽推測一下下一個被瞄準的目標到底會是誰。好的，那我們就直接從事件的起點切入。這次逮捕張幼俠的整個行動可以說是完全顛覆了過去所有的潛規則。你很難說這是反腐，因為它看起來更像是一場目標明確的武裝突襲。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的細節真的非常值得注意。你看，過去要處理一個高官，標準流程都是中紀委先約談，慢慢查，整個過程是漸進的，而且是台面下的。但這一次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根據目前流出的資訊，整個行動是由公安部的特勤局直接主導，在一個會議開到一半的時候，直接包圍中央軍委大樓，現場就帶走了張幼俠，還有前任的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以及另外高達17名的將領。這簡直就是一場現代版的鴻門宴。而且這場行動能夠成功，關鍵在於有內應，也就是軍紀委書記張申明的裡應外合。更讓人覺得心驚的是，行動結束後，馬上就下令全國軍隊原地待命。這種命令只有在防止兵變的最高緊急狀態下才會發生。這也間接顯示出最高層內心深處其實是充滿了恐懼的。正是因為整個手法如此激烈、如此不尋常，很多頂尖的中國問題分析家幾乎都下了同一個結論：這根本不是什麼反腐，這是一場先發制人的政績清洗。他的目的從來就不是為了軍隊的紀律，而是為了解決最高領導人對於權力可能失控的深層恐懼。接下來，我們就進入這次分析最核心的部分。你看，表面上習近平清除了他眼中的威脅，權力好像就更鞏固了。但如果我們從更深層的政治邏輯來看，這其實是一種政治性自毀。這就好像一個國王為了安全感，親手拆掉自己城堡最重要的那幾根承重牆。所以，到底什麼是政治性自毀呢？簡單來說，就是一個領導者為了追求那種100%絕對的安全感，反而動手去摧毀自己權威最重要的根基。這些根基是什麼呢？就是下屬的忠誠、重要的政治盟友，還有整個體制的穩定性。這是一種引進止渴策略，短期內好像解決了問題，但長期來看卻是致命。我們具體來看，透過這次行動，習近平可以說是精準地摧毀了自己權力結構中的3大支柱。第一是忠誠這塊基石，第二是他跟紅二代這個強大政治群體的最後聯盟，第三也是最危險的一點，就是整個軍隊賴以作戰的指揮體系。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張幼俠的身份實在是太特殊了，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將領，他是習近平的發小。意思就是從小穿同一條褲子長大的朋友，兩家是世交，是革命情感的延續。更重要的是，他還是習近平掌權初期在軍隊裡面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你想想看，當一個體制內忠誠度的最高典範都可以在一夜之間被這樣無情的鏟除時，這等於是向所有官員傳達了一個非常冰冷的訊息：你的忠誠根本一文不值。這會迫使所有官員為了自保，都必須成為那種表裡不一的兩面人。整個體制的信任基礎可以說就此崩塌了。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更實際、更嚴重的問題：對解放軍本身造成了什麼樣的衝擊？我們試着想象一下，一個國家的軍隊在最高的指揮層級，幾乎失去了所有真正上過戰場、有實戰經驗的將領，這到底意味着什麼？
這裡有一個驚人的數字。根據分析，在20大之後組成的中央軍委，包含習近平在內，總共7個成員，在短短不到2年的時間裡，你猜猜看有幾位被清洗？答案是5位，這個比例高達83%。這就好像一家公司的最高決策層7個董事，一夜之間有5個半被開除。這已經不是什麼人事改組了，這根本是結構性的掏空。整個軍隊的指揮大腦基本上已經陷入了癱瘓。更關鍵的是，被清洗掉的是以張又俠和劉振立為代表的所謂越戰派，他們是解放軍內部極少數真正打過仗、親眼見過戰爭有多殘酷、知道戰爭代價有多大的將領。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在做軍事決策的時候會相對務實謹慎。那現在呢？這批最後的實戰派被清除了，留下來的權力真空很可能會有一群更年輕、更急於表現忠誠，但完全沒有實戰經驗的所謂台海派來填補。這就產生了一個極大的風險，等於是把車子裡務實的剎車片給拆掉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個更具侵略性、更盲踩的油門。接下來，我們就把視角從中国內部轉向這起事件對外部世界最直接的衝擊，也就是台海的穩定。一個指揮中樞被斬首，內部又充滿不信任的軍隊，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災難性的後果？我們先來看經濟層面。根據彭博社的估算，台海一旦爆發衝突，對全球經濟造成的直接損失將會高達10兆美元。10兆美元是什麼概念？這大概是德國、英國、法國這3個國家加起來一整年的 GDP。這會是一場全球性的經濟海嘯，沒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但是，冰冷的數字背後是更殘酷的人命代價。美國的專業智庫評估，解放軍光是在第一波的登陸搶灘作戰中，傷亡人數的最低估計就是10萬人起跳。這代表的是10萬個家庭的破碎，以及我們難以想象的社會動盪。而且我們必須明白，戰爭的後果從來都不是單一的，它會引發一連串的骨牌效應。經濟崩潰會點燃國內社會的怒火，慘重的軍事傷亡會動搖軍隊的士氣，而這一切又會在長達數十年的國際孤立中，形成一個根本無法逃脫的惡性循環，最終甚至可能導致整個政權的崩潰。最後，我們來談談未來。當這種清洗的邏輯一旦啟動之後，它就很難再停下來。這背後其實是一種史達林式的偏執，在一個絕對的權力結構中，猜忌就是永恆的燃料。所以我們必須思考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當絕對的忠誠都已經無法再成為護身符的時候，權力本身最害怕的究竟是什麼？答案其實很簡單，是另一個權力的影子。在這種體制下，你離權力核心越近，你自己本身就越危險。如果我們順着這個邏輯來推演，目前有2個人可以說是處在最高風險的位置。第一位是蔡奇，他現在掌握了意識形態、安全系統，還有習近平的日常事務，權力大到幾乎是一人之下。但也正因為如此，他成了潛在的最大威脅。第二位是王小洪，他控制着整個公安跟特務系統，這把刀把子對習近平來說至關重要，但同時這把刀的鋒利也成為了恐懼的來源。當初用來拿下張又俠的那一套政治邏輯，未來幾乎無可避免的會套用在這2個人身上。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張又俠的倒台並不是反腐，而是一場精心策劃、旨在消除威脅的政治突襲。第二，習近平這個舉動親手摧毀了忠誠、盟約和軍隊指揮這3大權力支柱，這是一種飲鴆止渴的政治性智慧。第三，這場清洗造成了軍隊的指揮真空，大幅提高了因為誤判而引爆台海戰爭的風險。最終，我們要記住，在一個充滿猜忌的帝國裡，忠誠早就不再是護身符了，它本身就是下一個被瞄準的目標。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